大家好，我是大琼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提褶包的包法。之前出过2个包子的视频，很多网友说很好看，建议出一个捏褶子的视频，所以今天带大家一起解析怎么包包子、捏褶子、做提褶包。先来擀包子皮吧，为了防粘，在案板上多撒一些面粉，然后擀成中间厚、四周薄的一个圆面片。很多朋友说包子出锅之后褶子就没了，现在教你一招，出锅之后还会有清晰的褶子。擀好的包子皮我们翻个面，在上面撒一些面粉，这一个面作为包子的外壳，撒了面粉之后，包子的褶子就会清晰可见，出锅后也不会消失。现在我们放上馅料包包子，馅儿要放在中心，我们把它给压一下。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包子边，捏一下往前走，捏一下往前走一下，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大家看一下我的动作，是捏的时候往回来稍微拉一下，这样子拉一下之后再回去，再捏下一个褶子，这样子前面的面皮是直的，所以捏下一个褶子的时候很容易控制褶子的大小，尽量所有褶子的大小是均匀一致的。基本快包完了，我翻过来给你们看一下之前捏的褶子，看一下是非常均匀的。现在我们开始收口，收口的时候基本上也要保证和之前的褶子完美的衔接在一起。可以先把四周提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收口。提褶包顾名思义就是要把褶子往上提。收口完之后，我们再把边上往上提一下，左手拖着包子逆时针方向转动，右手提褶子。我捏了27个褶子。最后一步是上面收口，我们拿一个小面团放进去，然后用4个手指捏着转动，最后转出一个小蛮腰，然后把上面多余的面团揪掉，这样一个提褶包就包好了。我们把封口稍微捏一下，然后放在案板上稍微搓圆一点，这样一个提褶包就包好了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我是怎么包的。这个包子我捏了25个褶子，收口的时候也可以不用放面团，用4个手指捏着上面转动，我们把它捏平整、捏圆就可以了。最后把多余的面团给揪掉。这个是第1个包子发酵之后的样子，已经非常饱满了。这个是第2个包子发酵之后的样子。现在来看看包子出锅之后的样子，包子的褶子非常清晰。下一集我们来做牛肉洋葱包子。如果你喜欢我做的美食，请你帮忙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大琼，咱们下期再见。